穿了一条短裤，这位最美日本公主就被国民荡妇羞辱。她那被国民吹捧出来的美貌，对于佳子而言不是王冠，而是一座囚笼。日本的皇室成员虽然说尊贵却不能像泰国皇室那般为所欲为。这皇室成员更像是由纳税人供养的宠物，他们的一言一行从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到和谁见面，每一步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但是佳子的骨子里却住着一个向往自由的野孩子。在学校她会像普通女孩一样穿着卫衣、牛仔裤，在大马路上啃冰棍儿，热爱跳舞，甚至加入了学校的街舞社，在舞台上那是尽情的挥洒汗水。其实这些在我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青春在日本国民的眼里却成了不知廉耻、有辱国体的罪证。于是一场由全体国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开始了，他们朝王室开炮甚至惊动了天皇本人，亲自出面约谈佳子一家，要这位小侄女自重。你以为这就完了？天真了很快又有人拍到这佳子和朋友去了平民才会去的居酒屋聚会。这下是彻底捅了马蜂窝了，一个小公主居然自甘堕落去喝酒，那是一时间涌向王室的骂声那是一浪高过一浪。眼看着事情失控了佳子的母亲纪子妃终于出手了。这位被称之为是假面狐狸王妃的妈呢那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直接对佳子下了社团禁令，甚至禁止她关闭手机定位，好24小时监控女儿的动态。从那以后佳子就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着保守落伍的定制套装，脸上永远挂着标准8颗牙微笑的假面机器。她活成了国民想要的样子，也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你以为只有公主的日子不好过吗？那你就大错特错。跟她那个倒霉弟弟比起来佳子的烦恼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佳子的弟弟叫做悠仁日本王室40年来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这一出生就背负上了整个菊花王朝的未来。但要命的是或许是祖上近亲繁殖的余毒未清这位小王子从小就显得有点憨憨的，可为了王室的面子这纪子妃硬是给他安上了一个神童的人设。结果这位神童在镜头前连99乘法表他都背不明白，作文被扒出大段抄袭，这次都被民众无情戳穿。重压之下这位名义上的神童成了一个极度渴望正常青春的可怜虫。同学爆料这个悠仁最爱吃的是这个路边摊和快餐，那些在他眼里无比珍贵的廉价美食。2025年4月18岁的悠仁在参加完大学活动之后才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和同学一起走进平民连锁西餐厅的经历。还有一次他在一家酱油拉面店因为和同学谈笑声太大了，兴奋到忘了礼仪，还被这个居民投诉扰民。对于我们来说的日常却是他人生中需要被载入史册的第一次。他第一次去廉价 KTV 唱流行歌唱到嗓子沙哑，第一次由高中同学为他举办的秘密生日派对，看到蛋糕的那一瞬间那是激动不已看到这里你明白了吗？这座镀金的牢笼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毁掉每一个人。佳子被磨平了个性，悠仁则被剥夺了真实。说到底这个悠仁根本就不需要那个皇位，让他当个富贵闲散的亲王或许才是对他最大的仁慈。真正对皇位权力熏心的是他的父母。如果说佳子的叛逆还只是小打小闹，那么贞子的反抗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叛逃。这个贞子公主爱上了一个平民出身的同学小龟氏，然而这位驸马爷却被爆出家里有经济纠纷，他的母亲更是被指控为老赖。这一下是彻底捅了马蜂窝了。那全日本都觉得这个平民小子是在玷污他们纯洁的公主。这一场长达数年的全民网暴开始了。最终贞子公主做出了一个最决绝的选择，放弃了超过1亿日元的皇室嫁妆，放弃了公主的头衔，放弃了在日本的一切。在经历了甚至患上了 PTSD 之后她终于逃出了那座黄金牢笼，和丈夫远走美国。姐姐的叛逃虽然说为自己换来了自由，却把妹妹佳子推向了一个更尴尬也是更危险的境地。这就要说回悠仁身上了因为她实在是不够优秀所以未来为了稳固她的王位，势必需要拉拢势力，而联姻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于是在佳子和贞子两位公主的婚姻就从个人选择变成了一场关乎国运的政治任务。王室迫切的需要他们通过和名门望族的联姻来为他们那个不太争气的弟弟拉拢外援巩固王位。而贞子的叛逃让这个计划彻底落空了。于是所有的压力和希望都压在了佳子一个人的身上。如今30岁的佳子公主迎来她人生中最关键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王室为她精心挑选的相亲名单，上面罗列着所有名门望族的公子哥，这另一边是姐姐用遍体鳞伤为她淌出来那条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佳子公主的困境其实是整个日本社会传统与现代价值观最激烈碰撞的一个缩影。她被要求像是一个封建时代的祭品，为家族的荣誉和弟弟的未来献祭掉自己的一生，但是她又活在一个追求个人价值和自由恋爱的现代社会里。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她才刚刚开始打她最终会选择顺从还是反抗呢？整个日本都在屏息凝神的等待着这位最美公主给出她最后的答案。